时年34岁的安妮在家遭遇了袭击，最初她把获救的希望寄托在了邻居们身上，但没想到的是，任凭她如何呼救，邻居们始终没有提供帮助。There were several witnesses that heard a woman screaming, but nobody called 911. 面对绝望的处境，安妮迸发出了强烈的求生欲望。她挺过了长达4个小时的非人对待，最后强忍着剧痛拨打了报警电话。How can I help you? I'm trying to kill me. Do you need an ambulance? What happened? 案发后，警方发现了极其惨烈的犯罪现场，并且也找到了许多有价值的证据。但是他们从未想到，这起案件的侦破不仅为安妮伸张了正义，还在无形中拯救了4个无辜的孩子。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俄勒冈州格雷舍姆。该市位于俄勒冈州西北部，距离波特兰大约16英里，常住人口约为11万，是蒙诺马县的一个城市，也是俄勒冈州第4大城市。主人公安妮出生于1981年10月26日，她是俄勒冈州本地人，成长在一个动荡的家庭环境中，年幼时经历了父母再婚、父亲病逝等重大家庭变故。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安妮从小到大非常缺乏安全感，她对确定的事物抱有很强的执念，甚至可以为了维持现状放弃原则和底线，尤其在她的感情生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大约在27岁那年，安妮嫁给了一位名叫马修的男子。最开始他们的感情非常不错，因为马修在结婚前刚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当时对待这段婚姻还算比较在乎。但是随着他们的女儿爱丽丝的到来，马修与安妮的关系开始逐渐出现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安妮在生完女儿后身材日益走样，马修逐渐对她失去兴趣，有了出轨行为。通常来说，婚内出轨是一件很难被原谅的事情，但在安妮看来，维持家庭稳定比追究出轨更加重要，所以安妮并未与马修大吵大闹，而是出于维持婚姻的想法，默许了他的出轨行为。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后来马修为了追求刺激，又提出了开放婚姻的想法，也就是让安妮也加入其中，与他和其他伴侣共同进行亲密活动。然而，尽管安妮满足了马修的所有想法，但仍然没能挽救他们的夫妻关系。出于各种原因，两人在2013年结束了为期4年的婚姻。安妮作为母亲获得了女儿爱丽丝的主要监护权，而马修因为不愿抚养孩子，仅保留了每周2天的探视权利。总的来说，他们算是和平离婚，并未发生太多冲突。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安妮和马修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马修在离婚1年后迎来了第3段婚姻，他的下一任妻子名叫安吉拉，是一位独自抚养3个孩子的单身母亲。而安妮也在离婚后很快找到了新的伴侣，不过她与新伴侣的关系比较特殊，属于不太常见的一夫多妻制度。虽然尚不清楚安妮为何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她已经陷入了危险的境地，成为了别有用心之人的作案目标。离婚3年后，一起惨无人道的杀戮发生了。2016年6月10日凌晨2点59分，蒙诺马县警察局接到了安妮的报警电话。她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接警员，自己遭到了歹徒袭击，全身遍布刀伤和血迹，急需紧急医疗救助。How can I help you? I'm trying to kill me. Do you need an ambulance? What happened? Probably bumpers, everybody. Somebody tried. Where is this person at now? I'm not here. Do you know the name of the person that did this to you? No. Are you bleeding a lot? 接到报警后，医护人员率先抵达现场。虽然安妮当时还能开口说话，
但那只是求生意志作用下的应激反应。实际上他的伤势非常严重，全身共有60多处刀伤，重要部位也已经完全刺穿。送医不到半个小时后，安妮就因器官衰竭不幸离开人世。接下来警方接管现场，展开了调查工作。首先他们注意到卧室窗户上的排风扇被人拆了下来，窗台下面还有一个垫脚用的砖块，这表明凶手有一定的作案经验，或者对住所环境比较熟悉。因为安妮家的排风扇固定的并不牢靠，相比直接撬门，这种方式不仅更加隐蔽，而且噪音更小，可以减少被人发现的风险。其次，警方在门口的地板上发现了几个带血的鞋印和足印，接着又在安妮遭到袭击的沙发旁边找到了3把作案刀具，分别是一把折叠刀和2把来自厨房的厨刀。考虑到安妮是在沙发上熟睡时遭遇了袭击，显然不可能穿鞋子，所以警方认为门口的鞋印是凶手留下的，而足印则来自安妮。大致的犯罪经过是，凶手先用折叠刀刺伤了安妮，然后又因为折叠刀的伤害有限，跑到厨房拿了2把厨刀继续行凶。在此过程中，安妮尝试过逃跑，但很快被凶手拦截，所以门口的地板上留下了2人的足印和血印。除了上述发现，警方还发现安妮家摆放了许多儿童玩具。由于没有在现场发现孩子的身影，他们有些担心安妮可能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于是立即通过儿童服务部门联系上了安妮的前夫马修。马修在电话中表示，他在案发前一天按照抚养权约定将女儿爱丽丝接到了自己家，并且声称案发期间一直与现任妻子安吉拉在一起，言下之意是他与本案没有关系。警方显然不会轻易相信马修，毕竟他是安妮的前夫，具有一定的作案嫌疑。于是他们传唤了马修和安吉拉，准备进一步调查。在等待2人到达期间，警方又走访了安妮的邻居，结果他们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We found multiple neighbors saying essentially the same thing. About 11 p.m., they hear sounds of women screaming. Somebody else hears a thud on the outside of the building directly below. Another witness hears what sounds like a conversation and moaning, and that person actually turned up their bathroom fan and turned on the music to drown out the sound. 实际上，安妮在遭到袭击时，不止一位邻居听到了她的尖叫，但是却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提供帮助，甚至连拨打报警电话都懒得去做。更令人震惊的是，住在隔壁的邻居因为嫌弃安妮太吵，竟然打开了音乐遮盖她的尖叫声。正是邻居们的冷漠，导致安妮在经历了4个小时的虐待后，不得不强忍着剧痛亲自拨打报警电话。虽然邻居们表现得相当冷血，但警方还是通过他们获得了一个关键线索，也就是安妮遭到袭击的时间大概在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为后续的调查提供了很大帮助。接下来警方回到警局，审问了安妮的前夫马修和他的现任妻子安吉拉。 How are your feelings towards Anne? I'm mostly indifferent. I want to deal with her as little as possible. So what were you and Angela doing last night? Sleeping. Okay. Do you know what time you went to bed? I usually get into bed around 10 o'clock. Okay. And was Angela with you, or was she staying out doing other things? She was with me in bed. 马修基本表达了2件事情。首先，他与安妮平时很少联系，2人之间也没有任何矛盾。其次，他在案发期间一直与妻子安吉拉在一起，从未离开过住所。不过，警方仍然对马修非常怀疑，尤其是他在来到警局后表现出了走路困难的样子，似乎是在证明自己没有犯罪能力。所以警方又向安吉拉求证了马修的说法，详细询问了他们在案发那晚的所有活动。 I was on the verge of falling asleep to some criminal minds. When you guys are sleeping, who gets the inside and who gets the outside? Matt's against the wall. Any chance that Matthew could have gone anywhere sometime during the night? Oh God, every time he moves he wakes me up, so it's not a possibility. And I sleep like literally right up against him in his arms. If he would have gotten up out of bed, you would know it. Most definitely.
虽然安吉拉证实了马修的说法，但警方还是有些不太相信，毕竟他们是夫妻关系，可能会为了彼此做伪证。不过想要验证这一点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他们家还住着3名租客，分别是安吉拉的前夫亚伦、安吉拉的朋友科瑞娜以及另一名不知名人士。在对3人询问时，他们都表示马修不可能作案。其中住在车库的科瑞娜还作证说，当晚他没有听到汽车离开的声音，这就间接证明了没有人离开过住所。鉴于现有情况，警方已经没有理由继续调查马修，于是他们转而向马修了解了安妮的个人情况，试图寻找有用的线索。 I just know that the guy she's seeing was in a relationship, and Anne was in a relationship with both of them, the guy and the girl. So Anne was dating both the female and the male. Correct. 根据马修所说，安妮在离婚后加入了一个名为海盗湾的组织，该组织的成员喜欢将自己装扮成海盗模样，并且推崇一夫多妻制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安妮认识了一对名叫詹姆斯和布里安的中年夫妻，她与这对夫妻保持了大约2年多的亲密关系，并在案发6周前主动结束了这段关系。因此马修认为安妮的混乱生活可能导致了这起悲剧，她的男友詹姆斯和女友布里安可能与本案有关。马修的说法立即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原因不仅是安妮与詹姆斯夫妇的关系比较特殊，还因为他们喜欢装扮成海盗，这种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刀子，所以警方最初认为这可能是破案的线索。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詹姆斯夫妇很快提供了不在场证明，并将矛头重新指向了马修。根据詹姆斯夫妇所说，马修最初并不在意女儿爱丽丝的抚养权，所以他与安妮在离婚后相处的还算不错。当时马修为了按时支付抚养费，还将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也正是因为出租房子，他才认识了现任妻子安吉拉。然而自从马修迎娶了安吉拉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仅不再愿意支付抚养费，还想将安妮排除在外，独占女儿爱丽丝的抚养权。为此马修将安妮告上了法庭，企图以安妮没有抚养能力为由，重新夺回女儿的抚养权。不过这场官司最终以马修惨败告终，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正经工作，平时主要依靠政府补贴生活，另一方面是他的居住环境非常糟糕，达不到抚养孩子的标准。所以马修不仅没能通过打官司夺回女儿的抚养权，还因为滥用司法程序，需要支付安妮的律师费和此前拖欠的抚养费，共计$42,000，这可能会导致他对安妮产生不满，从而实施报复。詹姆斯夫妇提供的线索很快得到证实，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警方发现马修的不在场证明其实并不可靠，更准确地说是为他作证的房客科瑞娜并不可靠。因为科瑞娜曾表示案发那晚她没有听到汽车离开的声音，但实际上马修的汽车不仅离开过住所，而且时间刚好在案发期间，目的地更是指向了安妮家的方向。街边的监控拍下了他的汽车从离家到回家的行驶轨迹。此外，警方还了解到马修在案发后曾向保险公司咨询过关于安妮保险赔偿款的事情，原因是安妮在与马修结婚后投保了一份$10万的意外保险，而马修最初就是这份保险的受益者。但后来由于两人离婚，安妮又将保险受益人变更成了自己的母亲，所以马修很可能并不知情，仍然以为自己是受益者，从而为了利益杀死安妮。不过这些只是警方发现马修与本案有关的依据，真正引起他们注意的是，马修在与安吉拉结婚后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又为何在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坚持独自抚养女儿。经过更深入的调查，警方有了一个可怕的发现，原来这一切都与安吉拉存在关系。根据调查，安吉拉在嫁给马修之前经历了2段婚姻，并生育了3个孩子。大约从第2段婚姻开始，安吉拉便将3个孩子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她经常会给孩子们服用不当的药物，最终导致3个孩子患上了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依靠这种卑劣的手段，安吉拉每月都能领取数千美元的政府残疾补贴。
所以他才一心想要争取马修女儿爱丽丝的监护权，因为多一个孩子就等于多一份收入，而且是非常稳定的收入。We had OCD, bipolar, autism, and another bipolar. That's what the divorce came to the fact that I wanted to make sure my kids weren't getting poison and drugs in their body that they didn't need. 掌握了这些线索后，警方再次审问了马修和安吉拉。通过马修夸张的表演，不难看出他仍然在刻意营造自己没有犯罪能力的假象，显然不可能承认犯罪。而安吉拉则采取了装病的方式，回避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警方也并非没有收获。首先，马修和安吉拉都在接受问话时喝了警方提供的饮料，这让他们在水杯上留下了各自的 DNA。 其次，警方在审问结束后扣押了马修和安吉拉的手机，并在安吉拉的手机中发现了一张鞋子的照片。正是通过这张照片，警方确定了安吉拉是杀死安妮的凶手，因为这双鞋子的鞋底纹路与凶手遗留在现场的鞋印完全一致，并且警方也找到了这双被安吉拉遗弃的鞋子。当然，除了这些证据外，还有最有力的生物证据。不过警方只在现场收集的物证中发现了安吉拉的 DNA， 并未发现马修的 DNA， 所以逮捕马修的时间足足推迟了3年之久，而且逮捕他的罪名也不是谋杀罪。原因主要是警方没能找到马修直接参与犯罪的证据，还有安吉拉始终不肯承认罪行，所以这也成为了本案的一个遗憾。至于先前替马修作伪证的房客科瑞娜，警方并未追究他的责任，原因同样是因为缺乏证据。总之，警方将安吉拉认定为本案的凶手，马修则是罪行较轻的从犯，而科瑞娜只是办案过程中的小插曲。基于已掌握的线索，警方认为安吉拉和马修的作案动机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为了获得爱丽丝的抚养权，从而多领一份政府补贴；二是想要获得安妮的保险赔偿款，因为马修当时并不知道安妮已经变更了保险受益人；三是因为起诉安妮失败后产生了一系列费用，这让他们对安妮产生了不满，所以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同时也为了发泄不满情绪，马修和安吉拉产生了杀害安妮的想法。案发那晚，马修可能并未前往现场，原因可能是他不想过多参与，所以利用安吉拉实施了谋杀。但也有可能是安吉拉太爱马修，主动揽下了这个任务。毕竟从事后的发展来看，安吉拉一直在试图保护马修，从未将他牵扯其中。总之，不管怎样，实施杀戮的人是安吉拉，而间接导致安妮死去的人则是他的冷漠邻居。2020年11月，案发4年后，本案开庭审理，安吉拉被判处谋杀罪，获刑终身监禁，且有资格获得假释。马修被判处教唆罪、串谋罪以及妨碍司法公正罪，获刑4年8个月监禁，目前已经刑满释放。安妮的父母获得了爱丽丝的抚养权，而安吉拉的3个孩子则被安置在了寄养家庭。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